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川习通话之后，基本上是各吹各的调。到底有没有谈到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一个实质的答案出来。但是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不断的是一直讲到台湾问题上面，他认为说这样对内应该是可以来交代了。但是恐怕这一局，习近平中国已经全盘皆输了。因为今天的通话的这一天，全世界是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其中最严重是什么？就是巴拿马的港口的问题。当时长和集团被巴拿马法院被判说你违宪，所以你要完完全全撤出。这让中国气炸了。现在怎么样？他们要打到国际法院去做一个仲裁，而且同一时间，你看到 Rubio 把55个国家通通都找来开了一个矿产会议，这已经够明白了。矿产会议对的是谁？当然对的就是中国的稀土，而且里面还有提到台湾。台湾虽然不是这55国之内，但是不要忘了，之前台美的协议里面，我们不是说我们有7大的关键协议吗？里面就是有稀土，所以今天根本不是一通电话能解决的事情，是美国是步步进逼，包含对你的港口来出了手，对你的矿产出了手，甚至要你不断的买大豆。所以今天这一通电话，我们才会说，习近平恐怕已经在整个国际上面，甚至对川普上面已经全盘皆输了。所以宇轩，不单单只是通话，是多点的，美国是步步进逼，把刀子一刀一刀刺向了中国。对，没有错。照你刚才讲说全盘皆输，偏偏这个下了什么像象棋的棋盘，因为今天美国呢等于是一个炮在那边给你等将军，然后你往旁边一抽身，又是一只马将军，然后再往旁边王见王将军，所以中国在各个战场里面，这个叫做遍地皆输，退无可退。你看哦，从巴拿马这件事情，这是在南美洲一个最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而且经济战略，不管是国防战略，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其实我没有想到，现在跟你讲，直接最高法院判决中国延长的25年合约违宪，也就是香港的长和集团没有办法再经营它两端端口的这个事业，所以对于中国来讲，这是无法承受之重的一个重大打击。马上当然气得跳脚嘛。你可以看哦，长和是在通话的第一时间，我要去上诉。困兽之斗哦，这只是做个表态，说老大我有反应了哈，老大不要再骂我了，我真的无能为力。但你知道，与此同时啊，中国对外界最强大的一个武器是什么呢？正是它的矿产。他把矿产直接武器化，你如果不听话，我就惩罚你；不听话，我就不给你。结果现在美国也要抵制中国这个策略，什么意思？召集55国，而这55国里面包括非洲好兄弟，包括南美好兄弟，全部都站在美国这边倒戈。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现场只有54国，因为有一个引武者，这个人叫什么？这个人叫做台湾，台湾就是第55国供应链要打造出来，也就是说，未来对于稀土，它是包括从电动车到 AI 产业以及先进制程。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材料。美国，我不要再被你中国把持，我们大家全部拢作会。那以后你中国不是又少了你手上最利的一把剑？而最后我跟你讲，这个最悲催的，因为当中国这边吹的要命，说哎呀，我们要制裁啦，我们现在对于台湾你这个军售啊，你要审慎考虑啊，审慎处理啊，不要给我动。结果美国说，你给我买大豆，你给我买大豆，你就给我买，买了没？买了，这数以百万的，我们讲再加800万吨买下去，而且呢，我跟你讲哈，川普还有后面还有弹书，哦哟，他连石油都逼你要买，所以你知道吗？现在中国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上家之犬的哀鸣，他现在发了一个相关的国务院港澳办他用香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长和集团是香港，所以他假演也要演一下。巴拿马自我打脸，致使2国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必将政治上付出惨重代价。来，赵和1个成语、2个成语、3个成语、4个成语。所以以前大家讲说，你今天美国敢惹我中国，你就踢到铁板了。那现在不是，你踢到成语字典了。对，他们就写了一大堆成语，都受不了。你好，荒谬至极，罔顾事实，背信弃义，为虎作伥，可耻可悲，一意孤行，执迷不悟。你真的是把成语直接翻出来能用的，我就直接催泪，要展现我的愤怒。对，我想代表一件事情，中国真的对这件事情在意到不行。因为你对于一本成语字典来讲，它如果用的成语越多，代表这件事情对来讲越重要。所以呢，什么语法无稽啦、语理乖张啦、荒谬至极啦，然后屈从霸权，那就全部都4个字啦。你不讲，你还以为这是什么新的诗体？中国在写诗啊，4言绝句，讲完之后自己就断气了。对，所以他就写了这一大篇。所以你看他要的是什么呢？他就是在痛批巴拿马政府做这件事情。但是除了这个支持2国，我跟你讲
就像刚才赵和讲的。长和集团也是有做一些动作了，对，他的动作就是说，我要根据国际商会的规则要求赔偿。换言之，我要上诉，我不服你巴拿马这个相关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于此事表达强烈反对，后续会咨询法律顾问，保留一切权利。等一下，我没有看错吧？他说保留一切权利，赵和，你是司法专业的，什么叫保留啊？你到底要告不告啊？保留权是还可以再谈一下，如果可以的话，那我就不要告。对啊，如果不行，那真的撕破脸了。对了，你应该再凶狠一点，你怎么会说保留啊？中国都已经自食恶果了。但是我跟你讲，巴拿马总统根本不甩他，为什么？巴拿马总统这个穆里诺他直接跟你讲说，不是你开我什么玩笑？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那谁不是？中国不是？我们要按照这个司法机构，要尊重他的独立裁判啊。所以换言之，巴拿马现在也选边站，就跟你讲，我就是要站在老美这边。那你知道吗？取消之后，中国还是有用一些我们讲的文攻武吓。什么叫文攻武吓？经济上的制裁，比如说巴拿马。本来是不是一带一路有各项非常重要的协定在那边？他直接跟你讲说，我们要把所有几十亿的投资计划案全部都给它暂停，而且这是彭博说的哦，中国要出手喽。对，那这我就更可笑，你知道什么？第二件事情，他跟你讲说，你如果是中国的公司你那个船尽量绕啦就不要走巴拿马，不要带来显著成本增加。我心想说，你已经攻下面销你为什么要走巴拿马运河？你就是要省成本啊！你不走巴拿马运河，你要设几大链？设几大链怎么可能成本会降低呢？然后呢，海关部门很凶残哦，对于香蕉跟咖啡，也就是巴拿马进口的产品，进行呢我们讲相关的严审以及贸易上的制裁。对，但赵，你知道真正尴尬的是什么吗？偏偏中国根本不是进口国，它不是最大的进口国。对于巴拿马最大的贸易伙伴你知道是谁吗？美国。对，那我问你，你要听美国的还是听中国的？所以他今天对香蕉、对咖啡出了手，他对巴拿马来说其实没有这么痛。那再来运河也是，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第二大使用国。换言之，谁最常使用？美国最常使用，所以美国说了算。那你中国变成是你第二大使用，原本应该来讲是一个优势，但是遇到第一大你变劣势，因为变成是说你损失最重，但是呢你讲的话他也不会听，而且呢你投资下去的钱不好意思全部打水漂。你看。长河港口 A， 对，长河港口 B， 还有这个邮轮码头第四座桥，把巴拿马建设的这个是基础建设没论没换。赵，你知道为什么说有这个问题吗？他把它当自己家在盖。对，我自己家当然要盖好一点嘛，我交通要便利一点呐，我这个相关的这个运捷，我未来才有办法赚大钱。结果现在全部都给美国捡现成的便宜，因为你中国撤出澳，那等于说未来巴拿马你没有经营控制权啊。但你这些投资项目都已经打水漂了，难不成你讲说？我就这样算了，我不要了。他真的现在这样讲哦，他说我就不要了。那不要了，老美不是看得更高兴？我刚好顺水推舟，直接把这些接下来吗？等于是中国当初在这个所谓的巴拿马干了这么多东西，我建造这么多东西，这就是我的一带一路。但是我今天翻脸，我要惩罚你哦，怎么样？这不都是你的心血吗？对，你自己把这些东西给砸了吗？那你知道这个更尴尬。我想，因为它是巴拿马，对不对？它本来有一个隧道它整个中国又帮忙把它地铁的3号线贯通了。那贯通之后，他说未来说提高数十万居民的生活品质，就是要帮助他们让他们的交通更便捷。那我问你，现在可以把洞填回去吗？不行。对啊，不能。那所以你挖了之后，他们可以干嘛？你不盖了嘛，对不对？你不要了嘛，我来弄。对啊，我处理。那这不是你这不是白白送人吗？所以我讲中国这种欺商权，就伤的都是自己，而且甚至是你看这是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司，这是一家叫做奈普矿机的。但这个奈普矿机本来呢是在对于南美洲，也就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它有很大的一个经营的野心。对。就现在因为呢整个巴拿马的风波，还有美国介入之后，你知道吓跑的是谁吗？他自己人。他说面对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你看这是他本次会议开会紧急事项代表说我们讲事情是非常紧急的对，来全球地缘政治巨大变化，所以呢，我们原本对于哥伦比亚相关铜金银矿床的投资全部筹资1.5亿美元，不干了啊，停止了，直接跑了。对啊。那所以这是他们的损失啊！而且你知道吗？公告之后呢，谁跑去找美国的总统？Pedro，对，他这哥伦比亚的总统 Pedro 就跑去了。那跑去之后还跟他讲说，哇，双方的会面虽然没有具体协议但是怎么讲，就是很正面。正面的消息是说，未来我们基本上呢，就是可以跟你这个达成协议。然后川普还送他一本书叫做《谈判的艺术》还是什么交易的艺术，然后呢还亲笔签名。所以今天中国的奈普矿机一瞬间。之前这边的投资打水漂了，对，然后看到这两人在白宫，对，
这么妈鸡，就变他的了。所以你看哦，因为前一阵子他们才在吵架，还记不记得本来哥伦比亚跟美国呛虾，然后后面呢马上丢了说要跟美国配合。川普说他是有一个病态的人在掌握，他喜欢制造苦科碱，把它卖到美国。所以你知道吗？有把柄，也就是说我要对你可以出手。但是呢，你如果说听我话的话，我可以不出手。你想想看，哥伦比亚它的阿兰克兰这个金矿1.5万公斤呢，对，而且它不是只有金矿，我们刚才还讲说什么，还有铜矿，铜矿的寿命还有14.2年呢。然后呢，产量里面大概还有7亿9700万磅哦。然后呢，还有铜，还有银，但银跟金不是我们讲到现在最值钱的吗？对，现在不就是大家在卖我们讲的穿金戴银吗？它最可怕是吧？还有黄金哎。对啊。所以我跟你讲，这是所有美国想要的，它都有。那你知道吗？在这个局面跟状况之下，其实整个南美洲我们讲的岌岌可危。对，为什么？来，巴拿马是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嘛，对不对？但你自己想想看到目前为止，美国对几个国家，包括墨西哥，包括取消中国的玻利维亚以及委内瑞拉，这个都是已知用火嘛。对。那下一个是哪里呢 ？Peru， 秘鲁。因为秘鲁这个前开港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很重要的一个建设跟投资跟项目。对，就是说现在爆发丑闻的状况下，整个中国可能也要被迫撤离在秘鲁这边的一个据点。所以今天美国真是步步逼，慢慢踉跄。他等于把西半球甚至这个所谓南美洲这个地方，中国势力我一个个拔除，我甚至有些地方还没拔之前，你就自己撤了，完全清扫掉了。对，那最可怕是什么呢？伤筋动骨的矿产。我们刚才是在开场的时候特别讲到50几个国家关键的这个矿产峰会，但你知道吗？50几个国家谁很重要？来，包括什么？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们每次提到刚果，这叫什么？中国的非洲好兄弟、铁杆兄弟。结果现在这个铁杆兄弟站在这个55国的舞台，我可以很直接跟大家讲白话，他就是叛变了。等于说他在这个战场里面，他选择站在美国这边。还有哪里？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巴拉圭，这些全部都是中国插在美国后院，针对矿产、针对资源掠夺的相关国家。结果现在啷不啷当的，整个南美洲全部都跟你讲说，我们在美国这边。那一旦这个矿产的峰会开启之后，因为它讲究几个重点，包括它的开采，包括它未来的整个利润分利，以及呢确保矿产的资源，对，那会是为谁所用？美国不是美国吗？虽然这55个国家里面现场没有台湾，但是 Rubio 直接说，台美已经在进行的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来就关键矿产进行合作战略的协调，那代表我们就是这第55国的最后那一国嘛。对啊。那赵，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加入到里面吗？我请问一下，我们台湾是有矿可以挖吗？也没有啊。对。但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到矿呢？因为他知道。你在先进的半导体里面，跟先进的制程里面，跟重要的汽车，我们讲的这个电子晶片里面，最需要的就是这些稀土。日本被卡脖子的就是这些稀土，对。而未来这些稀土会源源不绝的提供给不管是台湾或不是日本，也就是对于美国战略以及对于美国未来整个科技战里面很重要的伙伴，都能够拿到他们想要的一些金属。所以你知道吗？这是完全把巴掌呼在中国脸上。那中国那气得跳脚，我是要抵制你，就你还拿去给台湾、给日本用。结果你知道挑衅在这边。这是美国国务院的这个白宫相关的网站。但以前呢，你如果上去看过，都是英文版啊。对，那各位，这不是我们翻译的，这不是我们翻译的哦。这不是我们用 Google 什么不是翻译的吗？不是我们翻译，这是他们故意写简体字的。国务院放一个简体中文版的呛虾，对，你呛赌来。万斯副总统和卢比欧国务卿在关键矿场部长级会议上致开幕词，所以呢，他直接讲了什么我都放在这里。对。我里面讲了什么，我甚至针对你什么，我就让你看到的。而且你知道，他真的有讲些重要的事情。他说，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谁 ？Marco Rubio。50年前这个会议厅，来自全世界各地部长来，他说什么呢？是前国务卿基辛格，他就在这个地方举办了一个叫做华盛顿能源会议。那个时候后来促成什么呢？叫做国际能源总署，也就是让美国对于包括你说石油，包括全世界的能源，它有办法成为那个画给狼、那个定价者、那个自价者、那个主控者。结果他现在跟你讲说，我们同样在同一个地方，我们要成立的是确保呢不是能源了，是矿产双边的框架以及协定。还有对于未来每个环节的供应，从采矿、精炼、加工、制造，不要受到非市场因素干扰。所以过去是弄石油，现在是什么？就是谁拿矿产，谁拿稀土得天下了。对，所以以前叫做基辛格，他是能源的这个我们讲的促使者，而未来呢叫做谁？叫做卢比欧，他要当第二个基辛格。
他直接在这一场会议里面，然后你看啊，这些是我们找到一些旧资料的照片、历史的画面。他跟你讲嘛，我要做这件事情，那你想想看，美国已经把所有的战场以及中国可以武器化的东西，一个一个、一刀一刀的，把所有他的盟友都清光，所有的资源都清光。而在这个极限压缩之下，还有什么样的实力，跟还有什么样的筹码，中国可以跟美国叫板？江哥，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外交官的历史上面，最凶悍、最无情、最利益化是谁？就是季辛吉。季辛吉怎么样？他曾经会为了跟中国建交，竟然把台湾给卖了。比方说什么？他是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就现在去传出一件事情，说什么？季辛吉要有接班人了。接班人，大家想说是不是刚刚的 Rubio？ 不是哦，既然是谁？是川普的女婿库许纳。他说奇怪，库许纳怎么可能？库许纳不就是个商人吗？就不太对，因为你要看他从中东的乱局中，还有什么？还有加沙的和平委员会，都已经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而且为什么说叫做季辛吉2.0？因为季辛吉他曾经称赞过他，他说库许纳是非常有纪律的谈判者，而库许纳也继承了季辛吉的现实主义世界观，等于是库许纳就是季辛吉的徒弟了。他应该算是年轻版的季辛吉啊，哈，对，就是说年轻版的，就是因为他年轻嘛，哈，就是他们都是犹太人，这是很重要。然后呢，他现在比较正式的位置是川普刚刚成立的那个和平委员会，对，他是创始会员啊，那可能在这里面有个职务，那处理的是加沙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也去谈这个伊朗的问题，对不对？那么无形中，川普在拉抬他在国际政治当中的分量。曝光度，对，那如果这里也谈，那里也谈，大家会慢慢的会觉得他是个人物嘛，所以以后他介入的事情，大家会比较慎重来对待嘛。哦，川普在拉抬他了，所以他现在的话，等于也在从事正常外交管道之外的私密外交。他以商人的身份，然后以川普女婿的身份，你说他官方嘛，他没有，他商人。你说他商人嘛，他跟川普是女婿。有官方的味道，对，他就用这种游走的那个模糊的游走的这个路线来介入一些国际议题，然后呢，特别是中东这边，所以加沙走廊的重建哈，还有呢这个伊朗的这个去核化的问题，你都可以看到这是他的舞台嘛。对，至于台海的话，他没有谈了。哦，所以比如说日本的重启武装啊，还是东南亚的这个柬埔寨，他没有啊。对，所以他的角色集中在中东问题。哦，对付伊朗的那些支持恐怖分子呢，他可以介入。对，然后伊朗的石油的问题啊，美国怎么管理伊朗的石油出口，这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川普谈完这个伊朗的问题之后，让他去谈伊朗问题之后，犹太人这边会过关的。哦，犹太人会说我们的人去谈的啊。哦。犹太人去谈关于我们的事情，我会觉得心里会比较安心，对，不会卖我们。对，哦，这个就很类似嘛，就是说我们的人去谈的嘛，啊，对，有点像川普让卢比欧去谈中南美洲古巴，因为他来自古巴。对对，那如果去谈的话，美国境内的古巴人啊、南美洲人啊，会觉得说啊，这比较放，就是我们的人去谈的嘛，类似嘛。所以呢，川普拿库许拿出来。可能可以对犹太人交差，那么基本上我认为是走过场。为什么？因为伊朗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再去恢复核武的建设，对，所以这个时候谈对伊朗的核武的限制的话，真的是不是实质议题，是走过场。然后呢，拉抬了库什纳，哦，就是基本上现在伊朗哪有什么能力再去搞核武建设？可是现在他谈这个议题，好像要把它正式化。那个终局啊，敲定最终结果，对，然后让他出来，然后呢，这其实我觉得主要的效果是让他曝光，对，让他在国际政治上有角色扮演，将来的话可能重头戏在和平委员会。为什么？因为川普那个和平委员会是为川普2028卸任之后的一个政治舞台，川普在给自己打造一个政治舞台，当然要有培养人马嘛。他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先把他放了出来，先拉抬他，对，等他卸任的时候，就是他要开始上攻的时候了，要去拉抬川普的时候，尽管没有当总统也没有关系，还是有我的川普拿一个和平委员会主席，而且是终身主席，对，他就是给自己打造一个政治平台嘛。然后呢，到时候的那个，比如说换斯上去也好，还是卢比欧上去也好，起码会尊重这个川普是原来的老板嘛。那这个用和平委员会的话，让川普有这个政治活跃的空间嘛，啊，江哥，我们刚刚有提到，明天礼拜5就要美国跟伊朗就要来会谈了。你刚刚有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东西，走过场。
这什么意思？是都已经瞧好了吗？川普谈判有一个重点啊，就是他要的东西，他确定拿到手之后，他会给对方面子。比如说，你不可以再支持那个真主党啦、哈马斯啦这些恐怖集团。对，伊朗不能再支持这些所谓小弟们，那伊朗不能再搞核试验，然后伊朗不能再搞那个长程洲际弹道飞弹的投射，叫长程投射能力，这个你不能搞。这3件事情，川普要这3件事情。对，然后呢，伊朗可能不得不答应，因为伊朗也没办法啊。中国、俄国，他后面的2个老大哥都不行了嘛。对，然后他自己的那个地下核设施也被干了嘛，所以短期内伊朗没有能力再去恢复，剩下的那个是重油啊、那些油啊、那个原料那些东西的话，可能要交出来，对不对？他们不是昨天说什么已经要把它送到俄罗斯去了吗？一样，就是说你要交出来嘛。那川普如果拿到这些的话，那么给伊朗一些面子，这个可以。对，然后呢，重点是要把这个成果做成是库逊去谈出来的。但是其实这一切都谈好了，基本上明天只是拍拍照，然后签个协议，然后说伊朗没事喽，中东和平喽。不然干嘛把那个伊朗的无人机打下来，对不对？就川普其实没有真的让步，川普没有退让，他要的东西他很明确，他一定要到手。对，然后会极限施压，但是只要你同意你退让的话，他会给你面子，不要让你太觉得受到羞辱。但实质上呢，美国能够就川普还是我觉得他还是个人掌握全局的。慧珍，真的是现在全世界都在看说这一局到底怎么玩之外，别忘了川普是随时会制造议题性的人。他前天不是 bang 丢出来爱普斯坦300多万页的报告出来，没想到全球的网友都跟柯南一样，这一页一页去翻，没想到竟然翻到一个哇，太惊人了！我们之前才在节目上去揭开，原来在监狱里面，在轻生了的这一刻，关键的监视器有少了1分多，对不对？结果今天网友找到是连他送医院再做心肺复苏的照片全部都找到，甚至连他的这个所谓的伤痕全部都出来了。是这个司法部医院解密了这个350多万份的相关的文件，里面有包括大概2000多个影音档案，甚至有几万张的照片，其中竟然很厉害耶！这个全球的网友开始在破案发现编号 EFTA 001-34598的这个司法案的报告里面，竟然有一张照片是什么？就是急救人员掀开这个 Epstein 他的一个橘色的囚服对他进行心肺复苏术结果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原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的脸是整个涨红的，然后呢那个情况是应该是蛮凄惨。这个其实是因为关系所以我们打马赛克，但是在那个相关的照片里面应该是蛮清楚的。然后呢，其中另外一张照片发现他颈部留下非常深红色的个勒痕然后是用一条橘色的布条绑在金属的床架上。他是清晨6点多被发现他的大体嘛，但你要知道其实3点多跟5点多，照理来说那个狱卒应该要去巡视，结果狱卒都没有巡视，所以人家说他到底是自己轻生还是被加工自杀？这个真的是谜团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人走这么多年还没有解开来。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他当时一个影片曝光，但是我跟你讲这个随着这350万份的资料这个一系公布在全球真的炸锅了，炸锅！各个不同国家的政坛都发现，天哪！我们的外交部长竟然跟他有联系，我们的联合国的谁跟他有联系？所有的 Epstein 他到底跟全世界各国的多少政要交往密切？我跟你讲，现在大家各国政坛都要大地震了。英国你看这是谁？这是前驻美大使，叫做曼德森，他被找到这一张照片，来我们看到，他穿内裤跟其他女生也在这个档案内。是，而且你要知道，那一些女生都未成年，对，所以这张照片一曝光之后，真的是整个傻眼。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英国首相施凯尔，他上来之后就提名这个曼德森来当他的一个到驻美国的一个大使对，那这个曼德森他现在72岁，但你要知道，他是在工党过去这20几年来都是首相非常重要，从 Tony Blair 到 Gordon Brown 这几个都重用他。这2天非常疯传的，就是在国会上，国会议员问他说：“你在当时提名这个曼德森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曼德森跟这个姨母有交往的情况？”你看他手在发抖，他知道。
他知道，对，他知道。那人家就说，你明明已经知道他跟爱普斯坦已经有这样交往密切的情况，你为什么还要提名他？然后这个提名他，安曼德森怎么跟你讲的？你看。讲一讲，他手就开始抖了，有没有？他还用另外一只手去压着。对，所以这个现在人家在讲啊，现在可能连这个施凯尔哦，他的这个首相位置都不保了。施凯真的出大事。第一个，他这已经亲中，去中国被大家骂这种牌。结果爱普斯坦打出来之后，原来你已经知道你的官员跟爱普斯坦是有关系，你还重用他，他现在真的政权倒数计时了，真的倒数计时哦。然后这个一把火啊，就爱普斯坦这个荧幕的这一把火还烧到哪里？竟然烧到联合国！老天爷啊！现在画面上看到，我真的觉得现在看到过去这一些事情，真的觉得这一些老白男啊，到底在干什么肮脏事啊？真的是人间炼狱！你看那女孩子穿着水手服，对，然后呢，她出去干嘛？有另外一个女生。年长者拿着那个弄的塑胶手套手术还什么的，就把他手弄住，根本就是在虐待他，你知道吗？可能又在玩那一些类似那种那个性游戏哦。最重要一件事情是，那女生明显一看好像也是未成年的，所以被人家发现说，天哪，这些怎哪来那么多这个未成年的女生啊？结果现在被人家发现，有可能是什么哪来的，你知道吗？联合国的难民营，真的假的？因为现在被人家发现哦，有一个在联合国难民署合作的一个伙伴，瑞典支持联合国难民署的一个主席哦，乔安娜。这个乔安娜竟然发现他竟然带着家人参观他的罗利岛。2012年12月26号，他竟然一封信致谢他哦，真的非常谢谢你哦，你提供了美味的午餐和天堂般的下午时光，终于能见到你本人啊，对我来讲是非常额外的惊喜。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哦，某一个人想让我见到你。孩子们很喜欢你那些鼓舞人心的故事，也很喜欢你的岛屿，你热情款待哦，这是我们吃过有史以来最棒的一餐。就问你这些孩子是不是就是跟他在玩这些游戏的孩子？这些的孩子，大家一直在疑惑，为什么这些孩子被人家做出这样非人的待遇之后，都没有人去为这些孩子讨公道？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孩子都是来自这个难民营的？太可怕了吧！而且更可怕一件事情是，这个女生哦，之前在联合国的刚刚提到那单位之后，2015年她还去哪里？竟然被聘世界儿童基金会美国分会出任总裁。我跟你讲，更多的国家现在已经被牵扯在里面，甚至连挪威。这一对夫妻非常有名的，他们是挪威的非常知名的外交官夫妻啊。女生叫莫娜，老公叫这一个特耶拉森啊。你知道他们曾经是怎样历史闻名吗？他们曾经促成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他们的一个和平协议啊，也就是奥斯陆协议，是他们在做居中非常强力在推动的。所以一个这样子的，人家认为是在和平的一个使者，有可能是这样子中介或者是说涉入这个淫魔的相关的一个丑闻事件当中吗？为什么他也曾经在里面？现在被人家发现怎么样？他竟然他的儿子是被派到的类似摩根斯丹利这样的投资银行，然后驻中国的。结果他这个把他儿子安排到肥缺之后，他换到什么？这个爱普斯坦竟然可以完全掌控到联合国相关的资料。包括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他是挪威的外交官，他后来被派驻到联合国，联合国政治事务部副秘书长，是够大咖吧？而且他是什么？他专门帮时任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是，所以就变成刚提到的这个挪威的外交官啊，他后来就可以经手到联合国的相关的事情。结果你知道，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要去访那个其他的中东国家。同样的一个文件，同样的 schedule， 爱普斯坦竟然全部都拿到啊！因为就是他转发给他的，对，就是他转发给他的。你看，尊敬的秘书长，我已跟约旦外交大臣通过的，请放心，国王的会面已经确定了，约旦方面会给你直升机跟你的代表团2架直升机。天哪！竟然连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要去见约旦的国王。爱普斯坦马上都有文件，马上都有 email。他的人脉跟情报网也太可怕了吧？对，所以你知道，人家现在就是在讲，爱普斯坦他根本就是全球金字塔网络的 broker。
你的儿子要肥缺，我可以帮你安排；对你需要女人，我可以帮你安排；你需要钱，我给你安排。你知道他给他多少钱吗？他从2011年到2019年给他65万美元，就给刚提到挪威外交官65万美元，然后还有刚刚提到那个女生有没有那一个就是后来有去世界展望会的儿童会的这个，他也提供给他10几万美金。所以换句话说，爱因斯坦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你要人我给你人，你要钱我给你钱，你要未成年的男男女女我都给你。这也是为什么这350万这份文件出来之后，会导致全世界的这个政要可能都会出现，甚至要面临到官司。玉峰哥，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已经被美国不断的逼近，已经觉得他们已经快完蛋。结果没想到，在内部经济是一样是个大问题。大问题到了怎么样？连中国最爱的相声都开始这样敢大胆嘲笑这件事情了。对，过去来讲的话，我们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经济好的话，什么事都没事。对，如果经济不好的话，什么事都有事。以前脱口秀嘲讽经济不好不可以讲，可是你脱口秀不能讲之后呢，你不要忘了还有什么相声可以讲哦，相声哦，欠薪讨薪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讲了一个段子，而这段子来讲的话，很符合现在的情况啊。你看哦，现在不发工资，为什么不发工资？你不发工资，我拿东西抵账，很违法；我堵你门口，这也违法；我拉横幅，这也违法。那我跑到你公司楼顶上吗？这样才是违法。那这个时候人家就讲了，我怎样都违法，那你不发工资，你欠我工资就不违法吗？你拖欠农民工的工钱，这也违法啊。那你知道违法，为什么不还？结果呢，这个资方就想说，没事啊，我不是不发，我有钱就会发了，我要不到钱，我能怎么办？之前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面还有一个想说，你不要看美国那么好哦，美国这个生活有一个贫穷线、斩杀线，这个斩杀线呢，你只要到了这个斩杀线之后呢，社会福利是接不住你的，你就会怎么样？很惨，流离失所，甚至死亡。你会直接被秒杀的。对，你就是下去之后呢，你就是永远无法翻身的概念。好，你现在看看喽，这个东西欠薪堵在门口，过去来讲这叫维权，现在被央企定义了，这是什么？恶意讨薪。对。然后呢，讨薪到最后你只能怎样？露宿街头。其实露宿街头这个蛮可怜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没地方。你根本没钱去住啊，没钱住你就得在门口住啊。然后呢，到最后你知道吗？活干完不结账，这个是建筑工人。对，这个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太特别了。你今天把房子给盖好了，可是呢，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个房企是不是都倒了？倒了差不多了嘛，那几间大的都闭柜，那就爆了吧？那你就不给钱，那不给钱我们干嘛？我拆了，我给你的。我拿回来，现在这么狠啊！对，讲了一句话，这个老爷们讲了一句话：你不仁，别怪我不义。反正你不给工钱，我就把你给拆了。所以到最后，你看哦，把一些值钱的东西拿走之后呢，东西就拆了，然后天花板也给你弄掉。不然呢，你不给钱，我日子过不下去啊。那最惨的是直接躺在货车的门口，躺在货车的轮子下面。我不让你进出，那你总得把钱给了吧？可是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找律师不是不行了吗？因为你恶意诉讼啊，所以法院是不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审判的嘛。对，那你不能找律师，你得找谁？找法师。法师，我觉得这就厉害喽。找法师，对，你在黑心老板，然后呢，我帮你立起灵位，然后摆上贡品，拿着喇叭哭上诅咒你。你这样子，你总要怕了吧？不是，这画面也太可怕，他是当众的诅咒一个人。对，他不还我钱，跑回到公司里面去，然后呢，就在公司的lobby给你做法。我告诉大家，这个还比较有用。另外一个，这会衰爆了吧？另外一个还在里面摆正，公司里面摆正，然后呢，放3个纸杯，点上蜡烛，然后呢，保佑我把兄弟的血汗钱还给我。我告诉大家，这个实际上还是比较有用一点的。好。那你想想看哦，如果大家都穷困，那也就算了，对不对？对。你今天叫我们共体时薪，你每次共体时间完，到最后都只有我一个人在共体时间。你看哦，央企的负责人，他们3年会发一次激励奖金，激励收入，过去来讲没有人去讨论它。对。反正如果你央企赚钱，那员工是不是日子也过得下去？对。那你拿一些激励收入。问题不大吧？对，现在你连薪水都发不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去讨薪，你说是恶意讨薪，我们去告你说是恶意诉讼。现在来看哦，央企的负责人每个都是赚的饱哦。你看了这个能源央企南方电网多少钱？负责人83万，
83.54万，我们头都不要算了。国家电网85万，华能、大唐63万、80万，每个都赚的饱饱饱。那你在赚的饱饱饱的而情况之下，且连什么，连中国仪器的董事长82.54万，哇，开心的要死。每个都是好过的不得了。然后呢，这个就是中国建筑，就是我们刚才画面一开始的很多诉讼案件，很多这个检举案件、申诉案件的叫中建，中国建筑。每一个董事长，你知道吗？激励收入多少？79万点84。然后呢，还有谁？还有这个是他们的副总经理79万，还有这个是他们的组长而已哦，59万。每个都是赚的饱饱饱。可是你钱就是不给，钱不给的情况之下，你看哦，2亿欠薪，2亿欠薪，2亿欠薪，员工到最后出大绝了，带了小孩子来。然后呢，面对镜头告诉大家，带着孩子讨薪的辛酸，谁能懂？你有钱去发给这些肥猫，对，你拿钱，你可怜我们也好吧？对，所以呢，现在来讲，不给钱的话，孩子都给你带上了，就告诉你说，你不给我钱，我就养不起孩子，养不起孩子，那日子以后大家怎么过？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